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我今天来到大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地区。我对我们能够结束这种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感到乐观。我们将为美国人民追回损失，我们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儆效尤，并确保联邦援助能够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而不是落入这些欺诈者手中。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和许多社区一样，多年来一直遭受着激进左翼统治下令人发指的疏忽之苦。川普总统致力于恢复问责制，使明尼苏达州重回正轨。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整个政府都专注于为美国人民带来成果。我们的公民有权知道，他们的税款不会被转移去资助全球恐怖活动，也不会被用来为欺诈者购买豪华汽车。民主党籍州长沃尔兹放任福利项目和欺诈行为失控，本应用于帮助饥饿儿童、为残疾老年人提供住房以及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服务的数十亿美元，被转移给了那些欺骗系统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是美国公民。在财政部，我们正在彻底调查这起欺诈案，包括通过货币服务企业汇往索马里的资金。这些企业在正规银行之外提供金融服务，这些资金可能已被转移到恐怖组织青年党。我们已经追踪到资金的去向，并正在进行调查。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以及美国国税局正在领导我们的调查，以检查金融机构是否遵守了银行保密法和财政部法规规定的法律义务。这些要求旨在侦测洗钱和其他非法活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并保护美国金融系统免受滥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与几家金融机构进行了会面，并明确表示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浪费、欺诈和滥用。追责的时候到了，川普总统要求追责，我要求追责，美国人民要求追责，他们将得到追责。这就是为什么我宣布财政部将采取几项措施打击明尼苏达州的欺诈行为，而明尼苏达州协议将成为调查其他州的起点和启动平台。首先，我们追踪了资金流向，并确定了可能将纳税人资金转移到海外的汇款服务企业。我们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团队刚刚正式通知这些企业，他们正在接受调查。这些企业有义务遵守反洗钱法律，他们将对所犯的任何罪行负责。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还对亨内平县和拉姆西县发布了地理目标指令，要求银行和汇款机构报告向美国境外转移资金的额外信息，这将对这些企业进行严格审查，推动起诉，并协助追回国际洗钱资金。明尼苏达州的诈骗犯窃取了至少3亿美元，本应用于有需要儿童的资金。我们必须防止未来再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欺诈。因此，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今天向金融机构发布了一项警报，这将帮助他们识别并报告联邦儿童营养计划中欺诈行为的具体预警信号。欺诈必须及早根治。这项警报将帮助执法部门做到这一点。我们国税局刑事调查部门的调查员在揭露欺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税局在这些调查中的作用将继续下去。我很高兴地宣布，国税局民事执法部门正在审计那些
协助洗钱明尼苏达州资金的金融机构。此外，还协助支持刑事和民事执法工作。国税局还将很快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工作调查涉及疫情时期税收优惠的任何欺诈和滥用行为，以及与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欺诈计划有关的实体滥用5013免税地位的行为。我们致力于防止欺诈和欺诈性非营利组织利用美国纳税人。最后，财政部正在向明尼苏达州执法部门提供培训，教导他们如何利用金融数据，例如可疑活动报告，以更好地打击这些欺诈计划。我们不会让沃尔兹州长的无能和顽固阻止执法部门追究这些犯罪者的责任。川普总统致力于确保诚实的明尼苏达州居民不被欺骗，他们的血汗钱不被滥用。财政部将动用所有工具来终结这种恶劣的、不受控制的欺诈行为，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我们期待分享我们的调查结果，并随时向大家通报最新情况。现在我将把时间交还给我的团队，我们将回答媒体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部长先生，我们有时间回答记者的一些问题，请使用 Zoom 上的举手功能来提问，谢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来自《每日电讯报》的玛丽玛格丽特，请提问。谢谢您，贝森特部长。我想问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州长蒂姆·沃尔兹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话，以及您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由于您目前发现的任何情况，他将不会寻求连任？谢谢。我不能谈论正在进行的调查。很明显，州长沃兹作为明尼苏达州的首席执行官，在其受托责任上存在疏忽。这种事情在他的任期内发生，我们正在积极追查所有线索，以查明其参与程度。无论是仅限于疏忽和失职，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谢谢。我看到美联社的法蒂玛有一个问题，法蒂玛，请提问。大家好，贝森特部长，谢谢您就这个问题接受提问。我有一个关于专案组的问题。财政部是否计划与司法部合作来运作昨天宣布的这个新的欺诈执法部门？你们如何确保所有这些与欺诈相关的正在宣布的职能不会出现重复？我认为更好的问题是，这些事情是如何漏过了我们已经建立的金融安全协议的监察的呢？所以，如果暂时我们有重复的流程来阻止这一切，并使其得到控制，因为这是一个比明尼苏达州的丑闻规模更大的丑闻，那么最重要的是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一旦我们控制住这巨大的欺诈行为，我们再考虑简化程序。但正如我所说，川普总统已经指示他政府中的几个机构，由这位新任助理司法部长领导，来终止这种欺诈行为，并为美国纳税人追回资金。谢谢。金融时报的克拉拉·琼斯有一个问题，克拉拉·琼斯，请提问。非常感谢有机会提问，也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您昨天在明尼苏达州经济俱乐部提到，这给美国纳税人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欺诈损失。您今天宣布的这些措施，您预计能追回多少资金？您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您是否有任何时间表来真正弥补美国纳税人本应获得的这相当大的缺口？
再次强调，由于沃尔兹政府的严重失职和领导不力，我们现在才将所有这些信息整理起来。但是，正如我刚才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所说的，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将追查此事，以便我们能够尽可能多地追回款项。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将会不遗余力彻查到底，无论是欺诈性房地产，还是被汇往海外的资金，我们都会追查到中东和东非。要知道，这就是财政部介入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追踪，我们追查资金流向，我们打算尽我们所能的追查到底，起诉那些个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是在明尼苏达州政府还是在东非，我们都会找到他们。谢谢。CBS 的理查德·埃斯科，贝多有一个问题，理查德，请提问。谢谢你，斯宾塞，也谢谢你，谢谢部长先生，今天早上做这一切。我有2个问题，我想知道你是否能解释或详细说明。你们是否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纳税人的钱直接流向了恐怖组织？之后我还有一个追问。鉴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汇款流向东非，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并且我们发现的情况令人高度担忧。我不能谈论正在进行的调查，但是请想想这有多荒谬。想想这些钱从明尼苏达州汇出，由这些个人操作，这些钱可能来自政府项目或超额福利，这有多荒谬。这些钱不应该被汇出国外，我们将对此进行严厉打击。我的第2个问题是，您昨晚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对这项地理目标指令的一部分，监控的门槛被降低到$3000，您是否预计这个更低的监控门槛也会扩展到其他州？您对预计需要在哪些其他州采取这种措施有什么看法吗？所以我们已经降低了监控门槛，这被称为地理目标指令，简称 GTO。我们曾使用更低的监控门槛来打击美墨边境的贩毒集团。我们认为这种犯罪与贩毒集团的洗钱行为非常相似，有许多相同的方法，许多相同的空壳公司，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后续发展。那将是一个起点。正如我所说，明尼苏达州将成为协议、程序、调查技术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发源地。明尼苏达州将成为全国推广的起点。谢谢。还有时间再提一个问题。Newsmax 的阿拉纳·奥斯汀有请。早上好，贝森特部长。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我想知道您是否认为有任何特定的金融机构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并且您现在愿意点名这些机构。另外，我还想了解索马里政府官员是否真的指示该国个人来到明尼苏达州，利用这里的薄弱系统，还是说您认为这些不法分子是单独行动的？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针对大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4家货币服务企业展开了强化的专项调查。由于这些企业正在接受调查，我无法透露他们的名称。随着我们收集到更多信息，我们将公布调查的详细情况。您的最后一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于这场沃尔兹州长任由其发生的金融灾难，我们尚不清楚其深度、广度以及是否存在串通行为。这是不是来自海外的指示，还是说这是这些诈骗犯在沃尔兹州长允许下，在明尼苏达州本地滋生蔓延，并利用了
明尼苏达州辛勤工作的人民，我们会查清楚。所以，随着我们掌握更多细节，我们将从上到下彻查此事，并会查个水落石出。